咱们呀就在这街对面看着，咋样？方叔，济世堂这么大的药铺，肯定不止一个门。刚才周老从前门下了车，那马车就给牵后头去了。我想等走的时候，他很有可能直接从后门或者别的门上马车，直接从后街走。方彤一拍大腿，赶紧推着秦燕往济世堂后巷去。这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说好的来见友人呢？不是，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难不成连口茶水都没喝？方彤想追出去，可把儿子和闺女留在这儿，他也不放心。爹，神医走了，这可咋办啊？还能咋办呀？回药铺必须得找个人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出来这周老去哪儿了，还回不回来。他推着轮椅重新绕到正门，他四处张望，想看看这药铺里有没有能搭上话的药童。还不等他看着人，身侧忽然有个人靠近。有事儿？方彤见的人多了，一看他的行为举止就心生防备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要找那个周老神医的？什么周老神医？我就是带儿子来看腿的，你又是做什么的？何必这么防备呢？我知道你们就是。最近想找周老神医求医的人那多了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来求这济世堂啊，没用。有用没用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还别不信，就找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肯说的。你呀，还不如问我。你济世堂的人都说不动的事儿，你就能让周老神医出诊了？你是他爹啊？他还没见过上门求医，态度还这么差的。我要是有这样的爹，还用得着在这里跟你飞着嘴皮子？但我也告诉你啊，兄弟不来虚的，我呀知道这老神医的住处。他可不觉得这人是大发善心找上来的。不过嘛，我这消息保真，可您也不能白听吧。方彤懂他的意思，知道这是要点银钱，他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，但如今也没有旁的办法。两个人背过身去，用身体挡住手，开始比划：20文不行，10文不行，18文，一来二去，最后定下个16文。汉子一伸手让方彤给钱，方彤瞥他一眼，从钱袋子里摸出8个铜板。你这……我哪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这些先给你，等咱们过去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再给你剩下的一半。见过贼的，没见过比他还贼的，什么人呢这是？算了，反正带路就能有16文，哼，无所谓了。走吧。转头走到旁边卖甜水的摊子，给2个孩子买了碗甜水。叔，我带着孩子有事儿，我弟弟和媳妇儿怕是一会儿回来找不着我，麻烦您呐，一会儿要是看见他们过来，让他们随便逛逛，或者先回客栈等我，就说我们有事急着去。他又跟卖甜水的大爷描述了一下钱凤萍和方银的模样，还有今日穿的什么衣裳。大爷也热心，一口答应了。爹，你之前不是说了让婶婶找完人就回客栈吗？傻孩子，这不是怕你婶婶担心咱们呀？万一一会儿真的回济世堂这边来找咱们，这见不到又没人问，这心里干着急怎么办呢？安排好，他这才推上秦燕，跟着带路人离开主街。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半个时辰，方彤心里也开始琢磨，不至于我还真让大雁给啄了眼吧？为了这10几文钱忽悠我。快到了，就在前头。周神医，周神医，求求您了，周神医，给我儿看看病吧。好多人啊，居然有这么多人都守在这儿。带路人一伸手横在他身前，他赶紧把剩下的8文钱结了，推着秦燕带着闺女往前去。没想到他们刚站稳，眼前的门后就发出挪动门栓的声音。别挤啊，没看前头有这么多病人的吗？各位，我家老爷年事已高，这舟车劳顿呐，实在是无法为各位看诊。大家若是病情紧急，我劝各位啊，还是另寻他处，免得在这里耽误了病情。我家老爷呀，是真的担待不起呀。礼数周到，态度平和。老仆说完话，就将门关上了。周老神医，您发善心吧。这些人大多都是病症严重，走投无路，否则也不愿意做这守门堵人的事。就算老仆出来劝说，他们也不愿意离开。方彤转头看了眼闺女，累了？不累，老神医啥时候能出来呢？那咱们也等等吧。这一等，天都黑了，来求诊的人也没了喊叫的力气，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等在周围。方彤蹲在地上，听见旁边闺女的小肚子咕噜地响。方彤看着依然紧闭的侧门，不等了，走。不能死心眼这么熬着，人都熬坏了。这天都黑了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他松口气，伸手摸摸2个孩子。累了吧？啊，婶婶，我饿了。我方才问了，店里有素面，要不咱们晚上就吃这个，我把带来的肉酱拿来。行，听钱娘的。客栈素面4文钱1大碗，方银自己就能吃2碗。家里带来的肉酱喷香，一家人吃的头都不抬。半碗下去，方彤才觉得胃里好过不少，将今日的事情同钱凤萍讲了。那咋办？咱们还是得去等吗？得去，说不准啥时候老神医就能给看几个呢。
明儿啊，咱们全家都去。钱娘，你带着燕儿跟别人一样守在侧门，让二哥陪着你们。我带着闺女去堵正门。老神医可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给茶楼去送蛋糕呢。我先去了啊。他起身拿蛋糕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是累坏了吗？才没有呢，我只是饿了，这会儿都好了。爹，你带我去嘛。真吃饱啦？见方南之连连点头，他才回去取了蛋糕，一手拿着，另只手牵着闺女，跟钱娘招呼一声，往茶楼去了。狗掌柜，这就是你说的蛋糕？狗掌柜拿着单独分出来的一块，先是仔细闻了闻，一阵甜香冲上来。他在方彤的注视下尝了一口，这糕点暄软，既不是咬开就会掉渣子的那种软，也不是普通面食的那种硬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。这个咱们茶楼需要长期供应，不过这蛋糕恐怕不好存放吧？从府城到你那里来来回回恐怕要半日，这成本……掌柜的，要不您听听我的主意如何？哦，您也是第一家我们在府城谈蛋糕生意的，既然咱们心里都没底儿，那不如干脆您自己定，每日有多少就卖多少，卖完即止。这每个客人嘛，也不能买太多，让想吃的客人都能吃上一些，但又不能敞开了吃，这样才会让人惦记着。方兄弟啊，你可真是有些经商天赋啊，怪不得能将这买卖做到府城来呢。嗨，我这算个啥呀？就是一点小聪明，还是靠我娘子东西做得好。那这蛋糕的价钱……这蛋糕的定价，按理说卖到府城，方彤肯定是想多赚一些的。但这狗掌柜已经在他这定了例子，又承担了来回取送的挑费，他愿意做点人情。不瞒掌柜的说，你也知晓，这府城的东西肯定比县城要贵，但是咱们初次合作，我就舔着脸跟您交个朋友，45文一块。狗掌柜听这意思，就知道县城也就是这个价了。好，方兄弟爽快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，签文书。既然要长期合作，还是有个文书更保险。写好之后，两方当即签署。方彤将自己的那份收好，跟狗掌柜寒暄几句，这才拉着女儿离开。知道爹是在干正事，方南之方才一直都安安静静的。这会儿拉着手一走到街上，方彤忽然就感觉拉不动了。爹，咱们去那边吧。昨个冬市咱们才逛了一阵，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。爹，我想看看嘛。行。爹，那个摊子好多人啊，是卖什么的？汤吗？他看见摆摊的人面前有一个大锅，排队的人交了银钱，就有人拿着一个大海碗，高高的舀起一勺汤水，好像是卖肉汤的。哎呦，兄弟，来碗羊肉泡馍。大哥，这是羊肉汤吗？嘿嘿，这个呀是羊肉泡馍，得把这个馍呀撕开了泡到这羊汤里吃。嘿嘿，这是咱北方的吃法。那来一碗。方彤拿起馍，一点点学着旁边桌客人的样子撕碎，放进碗。我也要。父女俩坐在一块撕馍，等馍都泡进去，两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开始吃。真好吃。馍吸满了汤汁，特别的香，汤浓肉烂，一勺进嘴，唇齿留香，羊肉几乎没什么膻味，简直香迷糊了。好香啊！爹，也买了一碗回去给婶婶他们吃吧。这一碗哪够啊？父女俩吃完，方彤问摊主能不能打包，摊主正忙活着熬汤。要太早啊，这个汤拿竹筒给你们装上，不过呀，这一个竹筒得押1文钱带果子。方彤想这有啥的，明日出门的时候顺路就还了，很痛快的让摊主包了2份。这羊肉泡馍嘛，吃完了肚子里热腾腾的，方彤逛着逛着也得了点趣味。路过一家卖粮食的，这绿豆或面粉竟然卖的比县城还便宜些。我瞧这面粉精细，绿豆也是干干净净的，啥也不掺，可比县城的好多了。县城有的铺子东西也是从我们这儿送过去的，有的铺子自己筛的不仔细，又想多赚点辛苦钱，反倒是没咱们这儿好。唉，可惜啊，咱们就是离府城太远了，等走的时候啊，可得买些带回去。离开这边，又路过一些卖蜜饯、果脯的，方彤本来打算给闺女买一点，可看着看着就有些犯琢磨了。他想起之前人家订蛋糕还想要点花样，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往蛋糕上添什么好，眼前这些东西都是甜的，应该能跟蛋糕放到一块儿去吧，管它行不行，买回去试试。爹，我走不动了。累了？我看这天也差不多了，那咱们就回客栈。方南之拖着2条小短腿，亦步亦趋地跟着，频频抬头看他爹，他都走不动了，爹就不能抱着他走一会儿吗？这丫头在客栈偏说不累，要跟出来，逛街逛一阵子又走不动了。爹，这真的走不动了。来吧。爹爹天下第一好。啊，背你才是天下第一好啊。才不是呢，爹一直天下第一好。
你呀，这来年就是8岁的姑娘了，就长大了，到时候啊，可就不能再让爹背着你了。那等我长大长高了，咱们还一起逛街，走累了我就背着爹。一家人坐在桌子旁，一桌子堆的都是零散的炒栗子和栗子皮，丢的到处都是。不是我说，今儿个前后都炒了5、6锅了，不是糊了就是没熟。这多少栗子够他这么费的？3家糖白来的呀！正往这边走的方晴雅听得一清二楚，尝尝吧。我不吃了，是都吃饱了。方金瞥他一眼，伸手拿个栗子掰开，尝了一个。这次火候倒是不差，就是没有现成的甜呢，应该是糖不够，别的可以了。何氏一听这次的能吃，伸手就抓了几个。方家其他人也一边吃一边点头。前几锅做不好那是很正常的，他本身也不会做饭，以前都是点外卖吃，这里的灶火又难弄，有消耗不是很正常。既然就差点糖，咱们也算是琢磨出来了，都想想这该怎么卖。爹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这路子呀，老三都给咱们走通了。县城的人知道这是什么，只要咱们能做，就肯定有的卖。确实是这个理儿。1日一大早，方老爷子带着2个孙子，扛着糖炒栗子就进城了。爷，前头就是爹说的清风茶楼。祖孙3个许久都没赶过这么远的路了，还背着东西。方晴天2兄弟累得一路上怨声载道。万掌柜听说有人来卖东西，就让店小二放他们进来。没想到这袋子一打开，竟然是糖炒栗子。掌柜的，你尝尝，咱们这栗子也是用糖炒的。万掌柜面带微笑，不动声色地剥开一个，放到嘴里。你要是要，咱家这栗子可以便宜给，价钱都能谈。这肯定是知道他们家如今在卖糖炒栗子，才会有这个话。老爷子，不是我不收你这糖炒栗子，只是我们店如今已经卖够了，属实是，要不你还是到别人家问问。他给的便宜，人家都不想要。掌柜的，咱家这栗子可都是自家人去摘，自家人炒的，都是挑的好栗子，糖也买的贵，要不您再比比。万掌柜一听一过，也没往心里去。作为清风楼掌柜，也不是第一日同人谈买卖了，前头刚跟人家签了文书，哪有回头就不认的道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跟方彤还有蛋糕的生意，实在是没必要为了差上那1斤几文钱的利润就得罪人。不管方老爷子怎么说，他就是不松口。走出茶楼的时候，方晴天还在后边嘀咕：爷，咱们这就走了，那不是白大老远背来了。早知道就应该让爹一起来，他是读书人，这些做买卖的总要给爹一点面子。方老爷子沉着个脸走在前头不说话。铁柱，你看，这是那方家老头吧？他一眼看到他们扛着的大袋子，不对劲儿啊，他咋会来这清风楼？要不我跟着去看看？先不管，咱今儿个是来送货的，不能耽误正事。记得老三回来跟他说一嘴。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。2人把茶楼的货交完，一起回村。没想到晚一点就收到了府城人带来的口信儿。得，还想跟他商量商量呢，这家伙还要晚几日，别出啥岔子就好了。要不让人也带话去府城问问呢？得了，这一来一回不一定得啥时候呢，有这功夫人都回来了，活干活。300斤炒栗子还要加蛋糕，这么大买卖，老三在府城肯定也忙活呢。咱们麻溜的把活干了，不能给老三拖后腿，府城可要来人娶呢。二哥，你跟着钱娘在这里，可不能乱跑，有什么事情啊都得听她的，晓得了？弟妹的。他这才带着闺女转到周宅前门，门口没有旁的人，只有护卫把守。周老不是不干御医了，怎么多出这么多护卫来保护谁的？闺女，你说要不趁着还没见到人，咱去街上买点礼，这周老神医万一真的出来了，咱也不能空着手求人呢。这么说着，2人忽然听到身侧一阵车架靠近的声音。这车架打眼一看，上头用布严严实实的盖着，也不知道是拉什么过来的。我是郡王府的管事，是来给周老爷子送谢礼的。听到护卫说要检查，管事也没有什么不满的，招呼车上的人过来解绳子搬箱子。箱子盖一打开，什么书画、瓷瓶、笔墨纸砚、书籍，那都是一箱子一箱子的装，还有那药材。手里的长匣子一打开，里边就躺着一根人参。方彤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，尤其当他们看到管事最后打开的那个箱子后，白花花的银子码得整整齐齐。爷，咱还送礼吗？这还送啥？啥东西才能入人家眼啊？他们全家人捆一块都不抵人家匣子里那一根参。闺女，原来做郎中这么赚钱的。说书人不是说了吗？老神医把谁都治不好的世子的腿给治好了，世子的腿应当很值些银子吧？芝芝啊，你长大想不想做郎中？想起方才那一大箱子白花花的银锭子，看着他爹用力点头，父女俩相视一笑，好像旁人给他们送谢礼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似的。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，
爹得先琢磨琢磨，怎么样才能见到周老，求他出手，先把你哥的腿治好。他这条腿啊，已经耽误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就没人能治好了。爹，咱们要求人办事，可咱们都不知道老神医啥脾性，喜欢啥，是不是应该打听打听？还是我闺女聪明，只是爹也想知道啊，这周老还有啥是想要的。可你说他这么厉害，还能缺啥呀？能当上神医就啥都不缺了吗？这银子肯定有用，可人除了银子，肯定也有别的想要的东西吧？只是咱们平头老百姓的，想打听人家自个的事儿，可真是不容易呢。方彤转回头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视线落在巷子口的几个小摊上。爹，有卖肉饼的。左右两边卖荷包卖油伞的他不说，一眼就叨着肉饼了。行，那咱就先去看看这个肉饼。哎，小哥，你这肉饼怎么卖的啊？4文钱一个。方彤递过去4文钱。慢吃，小心烫。闺女，拿着吃，慢点咬啊，别烫了嘴。爹，你先吃，我要一半就好了。就是给你买的，爹饿了一会儿再买。方彤把肉饼塞到闺女手里，然后靠在摊子旁的墙上。哎，小哥，你在这儿卖肉饼多久了？我昨儿好像也见到你了。是啊，我日日在这出摊。方彤跟小哥又聊了几句，才知道他这是接的他爹的摊子。那我听他后面哭天抢地的，不影响你们这买卖啊？也就是这些日子才开始的。这不是这家宅子的老神医回来了，养老归乡，这些得病的听到信儿了，都来这守着，等着救命呢。啊，那这老神医要是一直在这儿住着，这附近就得一直这样啊。哎呀，看样子这附近的买卖也不好做呢。听您这意思，好像是想在这儿做买卖？嗨，做啥买卖呀？我们都是普通农户家，住在乡下，家里种了点东西，想往这些大户人家里送着卖一卖。这是第一次来府城，这两眼一摸黑，本来想问问这府上，谁知道这门都进不去。这宅子确实不好进，进不去也就算了。您不知道，这周老啊，就是咱们本地人，可我听说他在这府城也待不了多少时日。哦，要去乡下养老，也就这2日的事儿。想想也是，府城住着，天天这么多人来，谁能受得了？若是这2日内没法子求诊，下次人离开，他们还追得上吗？方南之就在他爹靠着的另一边巷口，一转头，却眼尖的看到一匹赤色的小马驹。怎么这么眼熟？这小马驹是有主人的呀，就是上次见到的那个嫌他吵的人。他探头瞧着，发现这小马驹又没拴起来，旁边也没人守着，难道是跑丢了？他问过爹，马可贵了，这马要是丢了，主人家得可着急了吧？虽然他不喜欢那个嫌他吵的人，但毕竟都是同村，用他村里婶婶的话来说，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算了，反正他这会儿也没事干，就好心帮他看一会儿吧。忽然，小马驹的马头凑了过来，方南之一愣，下意识地挡住了他的大头，突然伸出舌头，湿漉漉地舔在方南之的手心。方南之惊呆了，反手蹭到小马驹的脸上。小马驹被摸了脸，还以为小姑娘是在跟他玩呢，用鼻子去顶他的手心。小丫头突然觉得这小马驹跟上次见到的时候不一样了，还怪气人的嘞。她眼睛亮晶晶的，一只手摸着马头，一边东张西望。爹买的肉饼不能给小马驹，可这周围有了。这府城里的草可比他们村的少多了，他能看到的地方也就不远处的一棵树周围长了一些草。这个草他认识，家里喂牛的就有这种，马儿应该也能吃。转了一大把，他又蹦蹦跳跳地跑回小马驹旁边，小马驹的鼻子凑过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没吃过，在闻味道。他不吃这种。下意识转头，刚看到个人的身影，手上的草就是一动。他吃了。身后的少年看着眼前的马驹和小丫头，微微蹙眉。你的小马驹又跑丢了，我可帮你在这看了好一阵呢。我爹说马可贵了，咱们村里我就见过你有，下次可别这么粗心大意啦。转身就要走。等等。干嘛？不会说他一句就生气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啊？半刻钟后，方南之被他爹擦干净嘴上的油，拉着手跟着走进周宅。石少爷。方南之一路和他爹一起，一跟就跟到了人家会客的堂屋。一见到周老神医，两人这才回过神来。这位就是周老。他向前几步，扑通一声跪在面前。周老神医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这府城几家大药铺的坐堂郎中都说没办法，您是咱们家最后的法子了。神医爷爷，是我在说书人那里听到了您的名字，我爹才知道的。我知道您心善，我哥哥可聪明了，读书识字，还教我认字，我家还要接着供他的，他不能一直站不起来。说书人说您是神医，能开刀正骨，天下第一厉害，求求您帮帮我哥哥吧。
他们是我木山村的。怪不得这2个人是他给带进来的。行，来都来了，那就给孩子看看。这站不起来的孩子，在呢，孩子就在侧门外，我这就带他进来。爷，你就在这等爹，爹马上回来。好。他一路冲到前门，站在大门口把劲儿喘匀了，才慢悠悠地往侧门走。他是故意走正门的，他没忘了侧门那边都是人，从那边出去太显眼了，到时候估计人还没带进来，他就得先被那些求诊的人包围。好不容易有了机会，他不能给周老添乱。他跟门口的护卫打了招呼，才绕到侧门。走吧，也在这儿等了这么久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见不着，咱先去找点东西吃。要不你们先去吃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不差这一会儿，走。钱娘走着走着，见他们离宅子门口的护卫越来越近，他忍不住拽住身前人的袖子。没事儿，跟着我走。他穿过护卫，门口的下人将他放进去。方彤在其他人的震惊中推着秦燕，跟着府里的下人走了进去。路上，他小声跟钱娘说了他们遇到贵人，给引荐了周老。他们在外边等了太久，跟那里的其他人一样，其实心中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没想到柳暗花明竟然真的进了来。这孩子的腿，按理说，如果完全坏死，以这个时日来看，内里应该已经逐渐开始变得细弱。我方才查看，却发现这双腿虽然无法动作，但却一切如常，想来是经络之中还有生机。只可惜老夫看不到这生机所在。秦燕听着，心里却是在场最清楚的一个，之所以能撑到今日，还能被老神医看出一线生机，全靠他得来的那些健康值。那这孩子的腿到底还有救吗？周老这次只是摇摇头。钱娘身形一晃，被同样失望的方彤一把扶住，忍不住偏头落泪。神医已经如此尽心给儿子看诊，他心中多少不甘，也做不出再多纠缠的事来。如今只担心儿子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方南之心里也失望得很，但想到有回春丹，他倒也不至于绝望。小丫头抿抿嘴，抬头看了眼他二伯。神医爷爷，您真厉害，旁人看不出来的您都能看出来，那您能不能也看看我二伯？他对这一家人观感还不错，便抬手叫方莹过来。他是一出生便这样？不是，我二哥是因为小时候发热，家里给耽搁了，烧成这样的。周老检查了方莹的眼睛、脑袋，然后一边诊脉一边跟他闲聊，问的也就是一些家里的事儿、家里人，甚至中间还让方莹给他端了壶茶过来。手脚伶俐，头脑除了像孩童，说话倒也耽误的不太多。倒是真可以试试治疗。真的？需要长期下针，不过你们要想好，这诊费可不便宜呀。他没说具体数目，可方彤就想到了之前在门口见到的郡王府管家送来那一马车东西。他转过头，正对上钱娘看过来的视线。钱娘点头，二哥跟你和芝芝亲近，也帮了咱家不少，是吧？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钱娘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他的脾气，他是分得清里外是非的。今日若是他那个大哥，别说治病了，他恐怕看热闹都来不及。方彤心中感动。老神医，不瞒您说，咱家的情况您光是看也能知道个大概。我二哥既然能治，我肯定给治，只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要是一口气砸锅卖铁，那就过不下去了。周老，您看这诊金能不能分着给？不是不信您的医术，是实在手上不宽裕。周老笑呵呵的，他觉得这方彤看起来机灵圆滑，可今日跟他说给家里人看病的事儿，态度确实诚恳。行，这药材我也不会给你们用太贵的，这一般的下针和用药，你们准备20两就行。20两，这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可方彤听到后反倒松了口气。既然今天你们已经来了，我先试一次针，也好看看他的情况。周老起身招呼下人准备好屋子和他用的针，一家人跟着周老去到另一个屋子。来，让他躺在这儿，头朝这边。方莹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，但是如果换成方彤或者芝芝重复说一遍，他就会照做，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。你们不用如此紧张，他这是长期的湿针，也不凶险。二伯，你不要动哦，要爷爷说你能动才能动。听芝芝，听爷爷。倒不是对神医治病紧张，就是怕我二哥乱说乱动添麻烦。也不用一直叫神医，我就是个看病的郎中，而且过阵子咱们也要成同村的人了。哦，周老，原来您就是那位在我们村盖房子的周老爷子。周老点头。那感情好，等周老搬过去住，咱们这看病啊就更方便了。等针灸结束，又是小半个时辰过去。方银站到他弟身后，伸手摸着自己的头，好像也没多出什么来。周老，
太谢谢您了，不但给燕儿看病，还给我二哥治病，还让我们赊诊费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周老倒是见得多了，一直说无妨，还说若是方莹回去后，若是情况有什么变化，让他们随时来找他。方彤是真心感动，转头也想感谢那位石少爷，可此时他们才发现，他不知何时已经不在这。算了，都是同村的，总能再遇见，下次呀，一定要当面好好的感谢他。一家人走出周宅很远，还忍不住心中激荡。还是我闺女有福气，运道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位石少爷，这看着冷冰冰的没啥人情味，没想到倒是个面冷心热的人。之前来府城的路上，他也帮了灾民的。是呢，他让那个婶婶来府城找人，还说能给他安排活计。你们说，这石少爷跟这位老神医也不是一个姓氏，是一家人吗？不晓得，兴许是外家亲戚。这件事一聊一过，大家都没人在意，可唯独遗憾秦燕的腿。这老神医是御医，也那燕儿的伤没法子，看来咱们也没别的路可走了。钱娘，别伤心了，不过就是不能科举当官了，这学问呢也没有白学的。燕儿读书识字，等回了县城，我依旧可以去打听书铺，再学个几年，多长长见识。到时候啊，咱家买卖兴许也做起来了。那时候日子好了，手里也有点闲钱了，咱们也就在县城开个铺子。到时候啊，燕儿就在店里当个掌柜。钱娘怔怔地看着他的侧脸。钱娘，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做买卖的，就算不开铺子，家里做生意，难道不用记个账啥的吗？这有个读书人呐，就是不一样，不然呐，连文书都看不懂，吃亏上当了都说不明白。哥哥教我学字呢，我到时候也能当个掌柜。到时候咱家就是2个读书人了，这买卖肯定做得好。秦燕坐在轮椅上，几番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每一次翻来覆去品读那些已经学过的文章，他都能想起初学时的如饥似渴。方叔和妹妹待他形同至亲，他日后一定会将方叔当作亲爹一样孝顺。既然是你引荐的友人，怎么也不多招呼招呼啊？倒是丢下咱们一个人躲在这里清闲。并非有人，他只是不想欠那小丫头人情罢了。虽然明月其实丢不了，但既然他帮忙了，就得还。既然明月已经大好，我看这2日咱们就差不多能启程。这府城待久了也没甚意思。只是可惜啊，村子的房子还没修好，得先住一段时间的县城。他特意来府城就是为了明月。上次他受伤，他就让人费时费力用车拉着送来给周老医治。周老爷子堂堂御医，倒也不嫌弃被人当了兽医，认认真真将明月给治了。石居衍又亲自来接明月回去，这伤心的程度可真非同一般。方家这会儿也正热闹，一家人都坐在一起数银钱。方老爷子带着孙子们扛到县城的糖炒栗子，虽然没能卖给清风楼，但他们一家一家的走过去，最后被春和茶楼收走了，价钱是35文1斤。春和茶楼早知道清风茶楼出了个新吃食，还特别受客人追捧，他们让人买了之后尝过，就立刻到处打听这东西是哪儿来的。只是还没等找到，方家人就找上门了。一听价钱也合适，中间完全有赚头，两边就这样定了下来。还得是咱们雅晴，说做出来就给做出来了，县里的茶楼都能看上。方杰和方老爷子也都很满意。既然这糖炒栗子的生意能做，我给家里出了主意，以后肯定也要出力气。咱们还是提前说好，赚的钱里我得分一半。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。嗨，你才这个年纪，要这些银钱做什么？银子就放在宫中，你要是平日里有什么想要的，家里给你买就是了。张口就要一半，他能算计的不就更少了？这方子是我出的，要不是我知道做法，家里没人能做出这糖炒栗子，这银子是我该得的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要什么银钱？有什么用？家里养你这么多年，还没跟你要银钱呢，你反倒算计上了。晴雅，你得懂事儿。你娘说的对，你拿着这银子也没什么正事儿干。可你爹读书需要银子，你当闺女的难道不用孝顺吗？哼，那你们可想好了，我会的可不止糖炒栗子。你们想赚银子，但却不分给我，我没银子可赚，还累死累活的干这些做什么？你们要是放着银子不想赚，那就自己研究去吧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他早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了。小雅，就算你不愿意认我们这爹娘，可你毕竟也是咱们家养大的呀。你一日住在这儿，总要在乎一下名声吧？难道翻脸不认人，这传出去会好听吗？当然了，你说的也有点道理。这样吧，一半太多了，就分给你2成，这中间差的就当是你对家里长辈的孝顺了。方清雅还想说什么，可对上方金异常冷漠的目光，勉强的点头。一大早，方彤带着全家人大包小裹的离开府城，夜路不好走，也担心出事。
他们一路上驾着牛车紧赶慢赶，到村里的时候都已经傍晚了。这家里咋还冒着烟呢？这时候应该都走了呀。铁柱、二娃，咋都还在这儿呢？回来了，这不是你让人带信儿回来，又是要栗子又是加蛋糕的，大伙儿这一合计都怕耽误事儿，这几日都在这儿干到可晚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辛苦了各位。狗蛋，帮我把牛拴了。咋样？那家里有啥事儿没？没事儿，放心，全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300斤栗子今儿个一早府城就来人给拉走了，还有30锅蛋糕。哦对，等着我拿银子去。他跟到二娃那边，看他拿出个布口袋递给他，20两8钱。方彤呲个牙刚要乐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我跟铁柱去县城送货，看见你爹了，他带着俩孙子扛着大袋子，正好从清风茶楼出来，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。他抬手指住要说话的方彤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本来我还不确定，想等你回来打听一下是怎么个事儿，这今天小虎就找来了，特意来说听说春和茶楼也开始卖糖炒栗子，我这一琢磨，肯定是你爹呀。不过这糖炒栗子会被人学着做，他倒是早就想过，只是他本以为会是从县城开始，没想到却是老方家那头，让他心里不舒服得很。没事儿，这东西也不难，咱们还有蛋糕的买卖呢。就算这糖炒栗子不好做了，大不了就当个小头，有的赚就行。你不上火就行，不过你可得留个心眼儿，这蛋糕的买卖别再让他们搅和去了。外头突然有人喊，说天黑了，问二娃走不走。来了。两人边说话边往外走。还有栗子，这些日子也一直在收，你去府城这几日，刘嫂子一直在弄，现在村里多数都应该在咱们这儿，我估摸着他们就算做也做不多。让你们费心了。切，你这话说的，且不说你给咱们开工钱，这可都是兄弟，你的事儿还能不上心了？得了，走了。赶一天路，累得大家都不想动，晚上就简单熬了点粥喝了，喝完谁都没下桌。方南之坐在桌边晃着小腿，方彤把装银钱的袋子都拿出来，零零散散的都倒到桌子上，开始数，有57两多。嚯，还真没少赚哈。这一日的累，为的不都是这些吗？这下好了，你也总算没有白辛苦，二哥看病的银子也够了。行，等下次啊，咱们再见到老神医。不过呢，这家里用银子地方也多着呢，比如咱家的牛得跟人家买下来，这样租着不合适。一日一早，方彤早早起来，把从李家的借来的牛喂饱，才牵着去还，结清银钱。铁柱，准备好没有？回到家，他进院一看，今日要送的货都已经装好了。爹，我跟哥哥也好了。今日方彤要去县城，正好就跟铁柱一起去送货，顺便也带着儿子闺女去转转。昨儿刚赶路回来，真不累啊？真不累，爹，你就带我们去吧。好，那咱们出门。在府城走个来回，相比之下，这去县城的路都觉得近了。方彤和铁柱先去把蛋糕送了，转头就奔牙行。大成在不？呀，方哥，您今天来有事啊？是啊，就是那个奶牛。啊，不会是病了吧？这奶牛他上次刚让方彤租走，一转头别的牙人租出去的牛就病了2头。他本来还庆幸得亏不是他，这才几天方彤就找上门来了。哎，方哥，你小声点，我偷偷请个看牛的。什么生病啊？没病，我是干别的事儿的。这孙大成也算是够意思了，这生病了偷摸找人看好没啥，可要是嚷嚷着让牙行知道了，就得缠着赔银钱，到时候都不抵买一头。哎呦，你这给我吓一跳，没事就成。那你说吧，啥事啊？能办的兄弟我一定给你办到。不用你帮啥，我就是来谈谈你们租给我的那个奶牛，我琢磨着想买下来，你给盘算盘算。啥？你要买？之前你不说租回去喝点奶吗？这为了喝奶要买头牛？换了旁人，孙大成巴不得赶紧卖出去呢，可方彤是他兄弟，他坑谁也不能坑他。放心吧，这牛奶我有用，尽管卖我就是了。行，你琢磨好了就行。这买牛可不是小数目啊，我带你去见管事，有啥你们商量就行。这牙行的管事是个胖子，姓陈，一听说方彤是来买奶牛的，比孙大成还惊讶。他上下打量一番方彤，伸手比了个10。方彤干巴巴一笑，转身就要走。怎么这么急着走啊？小兄弟倒是还个价，让我心里也有个数啊。如今牙行年景不好，能卖出去个牛很不容易，他也没想到方彤这么有脾气。管事的，您这一张嘴就要10两银子，我哪里敢在你这儿买呀？要不是我兄弟在这儿，我吓都被您吓跑了。嗨，我这是没听清楚，既然是大成的兄弟，7两。5两，只要陈管事您点头，我现在就给现银。陈管事心里都一梗，倒不是对他有啥意见，而是这5两是底价。陈掌柜，这奶牛我租了也有些日子了，如今这年景……他含糊了中间想说的话。
总是见着钱最重要，您说对不？要是放在灾荒前，一头奶牛也就4两银子。只是如今日子艰难，县里再难运别的牛进来，才价格飞涨。行，5两就5两，走，衙门办文书去。牙行常年跟衙门打交道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。丫头，给爹看看。哥，有了这个，牛牛就是我们的啦。看好文书，方彤喜滋滋的收好，大家一起离开衙门。芝芝可是越来越聪明了，怪不得你到了哪儿都乐意带着她。嘿嘿，那聪明是肯定的，不过我闺女嘛，啥样我都稀罕，就乐意带着。芝芝啊，你推一会儿你哥，我跟你爹说几句话。方南之脆生生的应了，吭哧吭哧的推他哥的轮椅往前走了。方哥，你是不是入赘给富婆了？5两银子的牛，说买就买了？见方彤一脸无语，说说呗，吃软饭的滋味咋样啊？是不是日子可舒坦了？什么吃软饭？这都是你哥我自个儿赚的。你说你赚个几文我信，你这也太……咋？几日不见，你上山当土匪去了？行了行了，这样你空了到家里来吃饭，正好我们兄弟也都在，大伙一起吃一顿。孙大成不能一直在外头闲晃，答应后也走了。爷，咱们是不是得去给哥哥看书院啦？书院是要去，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呀。这会儿都晌午了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再过去。找吃的。 4个人沿着街边走，想随便找个摊子对付一口，没想到刚走出去一段，峰哥，虎子，这不巧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他迎上去，方南之也跟着过去。我们芝芝中了哈！哎呦，我爹说了，以后我要长我二伯那么高的。方家二哥那个体格子，男人都长不到，他们芝芝要是长成那个个子，那可真是10里8乡头一份。峰哥，你们是来办啥事的？去了趟衙行，已经办完了，这不正打算先找个地方吃饭呢。那正好，你们别找了，跟我回楼里吧。我们掌柜的这2日一直跟我说呢，让我有功夫去把你请来，他要请客的。请客？是呀，只不过我听说你去了府城，本来想再过2日再去找你，没想到今日碰上了。方彤点头，他也没有不去的道理。哟，没想到啊，方兄弟来了，快进来。小虎还说你这几日不在呢。也是巧了，我这是刚从外面回来，今天呢来县城办点事儿，正好小虎就遇见我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可真是巧。看来何该兄弟今日来我这里吃饭。来，咱们上雅间说，想吃什么尽管点。刚才从他进来，他就没看到宋胖子和周侯，他心情不错，对着赵掌柜的笑容更诚恳了。方兄弟，这些日子你不在，我们酒楼也没闲着。前些时日酒楼自查，没想到竟让我查出蛀虫来。这段时间我就是在处理这个。方彤心中有数，但依然露出好奇的表情。就是那姓宋的叔侄，没少借着采买的活计捞油水，这也就罢了，他们还以次充好。看他的样子，也能想象得到，那叔侄俩走的恐怕不那么好看。小虎就不一样了，聪明机智，如今在店里做的也不错，我看呐，他日后大有可为。哎，赵掌柜，好眼光！我这几个兄弟啊，虽然不是什么完人，但都是能做事儿的人。既然已经没了蛀虫，希望日后小虎能一直在这儿好好干，这楼里的买卖啊，肯定也会更上一层楼。方彤一个农户出身的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村子里，可这说话办事真是不差。方兄弟，之前的那个蛋糕我这边都已经订好了，每日20锅，就按你给的价，你看怎么样？痛不痛快？一张嘴就给个准数，显然赵掌柜最近没少合计这件事。赵掌柜痛快，饕餮楼有您这样的掌柜，根本就不用愁买卖难做。既然如此，我这就去拿文书。他也等不到酒席结束了，免得到时候喝得醉了，再耽误正事。赵掌柜人一走，方彤表情放松了一些。爷，我吃好饱啊，咱们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好呢。芝芝，去散步，走路，消食。我等等爹。赵掌柜回来，现成的文书两边都按了手印，算是完事。方彤把自己的那份收好，桌上的菜还剩了许多，赵掌柜都让小虎帮忙打包了，给他们拿回去。赵掌柜就送到饕餮楼门口，让小虎去多送一段。峰哥，要只是蛋糕生意，掌柜的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至于连着大厨一块弄了。要知道，这大厨的手艺可就是酒楼的味道，弄不好要影响买卖的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？对，我把这段时日收集的东西暗地里让赵掌柜发现了，这下子事算大了。掌柜直接报了官，宋家叔侄赔了不少银钱。前些日子县城里不少人都在说他们的事儿，这2个人名声算是臭了。这俩人日后在县城可不好找活计了。方彤拍拍程小虎的肩膀，让他好好干。放心吧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跟饕餮楼的买卖这就算是妥了，一天20锅，这又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几位是做什么来的？听说是打听书院的事儿，门房没有放他们进去，但倒不妨碍他们打听消息。咱们松鹤书院院长姓郑，郑举人，夫子有3位，都是秀才，入院要拜师，带6礼。哎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吧？几人只有秦燕在点头。就是肉干、芹菜、莲子、红豆、桂圆和枣子，束修每月800文。不过在这之前得先面见院长，得到首肯才能入院。我说的可明白？再明白不过了，多谢。走到离门口稍远一点的地方，这松鹤书院呀，是咱县里最好的学院了。这来都来了，咱们不如就试试。要是这里不成，咱们再去打听别的书院，行不？我行。好，铁柱，那你就去帮忙办点事儿。叮嘱完铁柱，见他走了。行，走，咱们进去。他们回到门房呢，麻烦他进去通报一下，求见院长。门房进去后，很快就折返回来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见院长。他们被带到一个院子，周围隐隐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读书声，抬头张望却不在这里。门房将他们直接带到正房门口。这就是我们郑院长。院长在里边坐着，朝众人都点了下头。门房走了。郑院长，我们是木山村里来的，这是我儿子秦燕。这孩子以前读过书，如今呢，就是想给他找个好书院，就找到了咱们松鹤。您看，不急，指着旁边的椅子让他们坐。这孩子的腿是这样的，我儿子呀，这腿受了伤，这郎中说呀，治疗起来怕是很困难。我们知道这样不能参加科举，但就是想让这孩子读书，主要是啊，孩子也喜欢，还希望院长和书院不要嫌弃。他想想又补充道，如果书院有什么难处，我们家可以比旁人多教数修。那先说说你都读过什么书啊？我爹也是读书人，除了给我启蒙的书，还有四书五经。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怎么说？出自《易经》对卦，意思是要能先安抚百姓，再以自身作为表率劳动，百姓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辛苦。在面对苦难危险的时候，如果也能身先士卒，那百姓也会愿意豁出性命。用你读书看过的，说说你对为人之道怎么看？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物格而后治之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齐家。随着一问一答，郑院长的眼中渐渐浮现欣赏之色。来，从你读过的书里自己选题，写一些自己的见解，不必多。秦燕坐在轮椅上为自己磨墨，一边磨一边思考如何行文，等到提笔一挥而就。求知而学，学而思辨，事有其论，百变成通。郑院长一边随着他的笔记向下看，越看神色越专注，心中越惊讶。人是因为求知才会学习，然后会思考，会辩论。每件事都有每件事的结论，只有人与人之间对一件事一个结论不停地进行思辨，这件事儿才会被思考通透。这孩子看起来沉稳，落笔用词却精准大气，明明只是一纸论学，却让人看得心潮澎湃。好一个百变成通啊！好，秦燕，我们书院收了。太好了。至于束修，按照书院的规矩来，我不是迂腐之人，读书不止科举一条路，只是百姓们都疲于生计，否则其实应当人人有书读。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这位院长的想法他是赞同的。那郑院长，可能也是我冒昧，但是我想问问，咱们书院收不收女学生？他说着，把站在身前的闺女往前一推。这是我女儿方南芝，这丫头可聪明了，她跟着她哥呀学了不少字儿。院长，我妹妹的字是我教的，她读书说不上过目不忘，但稍微看个几遍就能记诵下来，确实是个读书的好苗子。金钱来。院长爷爷。郑院长见这小姑娘眼神清澈又伶俐，勉强压了压嘴角，从上边拿出一页写满字的纸。你看看这纸上的字，你认得多少？方南芝双手接下来，大概看了一眼。这些字哥哥都告诉过我，我都认识。那你看看能背下来多少？背给我听听。小姑娘拿着纸，这一次是从头到尾仔细看，嘴还在无声的念叨。过了2-3遍，她把手里的纸举起递过去。我背好了。这就背好了？可是你不给我讲讲吗？我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今日先不给你讲，你先背给我听。好，博爱之为人，心而疑之，之为义。
郑院长没想到，眼前这小姑娘不但真像他哥哥说的，看2遍就背了下来，而且非常通顺，一日收了2个好学生。可惜一个行走不便，一个是女娃娃。不过想想也就罢了，天下之事哪能样样圆满？相比于一无是处，人生而能有一样大才，已经实属难得。背完书，郑院长又问小丫头如今都读了什么书，无非就是千字文和百家姓一类。这书都是启蒙的孩子学的，我们书院的孩子都得学完再来。等日后开了蒙再来，到时候又不一定生出什么变故。他挤眉弄眼的朝他闺女使了个眼色。院长爷爷，您就收下我吧，我可以跟大家一样学，中间差的我让哥哥给我补上，我学得很快的。这样吧，你哥哥也有自己的课业，你就先跟着我学一段时日，再进学堂。快磕头拜师。他不懂读书，但懂这人和人的关系。这可不是书院收学生，这是人家举人院长要收他闺女。他爹一出生，他一下子就跪下了，动作麻利的磕了个头。郑院长，这2个孩子的拜师礼之后我会一道送上。他确实有惜才之心，不过这拜师他其实是没想好的。可此时见小姑娘眼中欣喜，算了，大抵注定要有这一场缘分。好，不急，你们读书要用的东西书院这边都有，要是到时候想添置有疑惑，随时都可以来问。今日的事算是暂时告一段落。离开书院的时候，方彤觉得走路都有点飘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儿子闺女竟然都能在松鹤书院读书了啊！美呀！连他这些日子做买卖赚银子都没觉得如此意气风发过。走，咱们今天呀，先去把拜师礼买了，都是好放的东西。哎呦，你们这是要送书院先生的吧？他们这才知道，县里这几家大书院时不时的就有人要准备拜师礼，这都是规矩定下的东西，县城自然不会没得卖。摊主给他们指路，到店里去买好。人家不但能正好卖上一份，还包起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上边盖着红布，直接一步到位。秦燕的自己抱着放在腿上，方彤拎着他闺女的，一家人往城门口走。他们在书院的时候，铁柱也去了春和茶楼。他进到茶楼，找个离柜台近的位置坐下。小二，来壶茶，还有那桌客人吃的啥呀？客官，那是咱们茶楼新到的吃食，糖炒栗子，您来一份。等栗子上来，铁柱尝了尝，觉得确实是一个东西，但味道上有点不一样，感觉没有他们做的香，吃起来有点干，有点硬。他抓了几个栗子，晃悠悠地走到柜台边。客人有事吗？掌柜的，我吃着这个东西挺好，听说最近在县城挺多人都在吃啊。掌柜的神色警惕起来，以为这是个同行。掌柜的，我不是开馆子的，我是货郎。以前我在别的地方也没见过这种吃食，想着弄一点到别的地方去卖，能不能给介绍点门路？这银子我分你一些。你要是从我这儿拿45文1斤，我卖给你。掌柜的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要是没猜错，你这是从木山村来的东西吧？兄弟既然已经知道，还来这儿同我斗什么去？不瞒您说，我倒是想跟人家做生意，不过这不是想找个懂行的人吗？你帮忙引荐一下，我给你钱。从口袋里先摸出一些来，放到柜台里，使了个眼色。这糖炒栗子他家也不是第一家做，更没有让人家只供给他们，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了，真要打听也就是早晚的事，说也无妨。便将这收栗子的事儿一来二去的给说了。铁柱办完事就离开了春和茶楼，往说好的城门口赶。铁柱，没想到吧，我儿子闺女都叫人家举人院长给看中了，都能够去书院读书了。芝芝也给收了？那当然了，我闺女聪明伶俐，比谁家的孩子都不差，那怎么能不读书啊？对了，我见过县城里的读书人，人家都有书香，咱家孩子哪能没有啊？你们俩等着，等回村了，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。好，谢谢铁柱叔，你对我最好了。秦燕也立刻有礼道谢。县城里今日的事儿都做完了，他们一道出城，路上才说起之前方彤让他做的事儿。行，知道了。这件事儿他算心里有个数了，人家既然已经搭上桥，拦是拦不住的。方家要自己找到，倒也不算啥，可要是被他发现他们想起什么幺蛾子，他摇摇头，暂时将这件事丢开。几人开开心心的赶路回家。方彤盘算了半天，回去跟家里人，尤其是前娘说了这件事后，他会怎么开心。没想到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他爹的声音：爹，爷的手。我听见了，你们先别急着进去，爹去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方彤沉着脸进院，就看见方老爷子正一只手抓着方银往外拉。
你跟我回家，在别人家住着像什么样子？有什么事还是等方童回来再说，您先放手。方童扫了眼院子里的人，这会儿灶房门正关着，按理说这时候大家应该在忙的时候，估计是看人来了都没出来。你回来了，我是来带你二哥走的，你别拦着我。啊，行啊，那走呗。一下子都愣了。不走。要不我给你帮忙劝两句。他跟他二哥处的不是很好吗？难道他不应该拦着？劝吧，他今天必须跟我回去，你可别耍什么花样。他又不是闲着没事干。二哥，我知道你不想回去，但是你听我一句，回去照顾好自己，不出2天呀，他们就得给你送回来。方爷还是一脸委屈。怎么不相信弟弟的话呀？他就是有点闹别扭，可弟弟没对他食言过，他说能回来肯定能回来。方银最终还是磨磨蹭蹭地朝着方老爷子走过去。方南之扒在门口撅着嘴看他爹，被他爹使了个眼色，也不说话了。方老爷子见这人居然带走的这么痛快，也不着急了，背着手走了2步。听说你家发财了？都让你带走人了，你还打听上了？你家在村里收了那么多栗子，除了这个买卖还捣鼓啥了？他一边问，眼睛也瞄着院子，倒是没看出什么东西，就是灶房的门紧紧关着，他倒是想看看他们在干啥。行了，你也别打听了，我知道你们也在弄栗子，跑去县城跟人家做生意去了，我消息灵通的很，你还真以为能瞒得住我？他面无表情，一点招呼都不打，偷偷摸摸的就把事干了，也就是看在你是我亲爹的份上，我懒得追究，你们喝点汤我就当没看见啊，可别当我不知道这事儿。咋的，这银子谁不能赚，他还真有法子对付。再说了，老三家的方子本就该孝敬他，他想不明白，但就是觉着如今的老三不好惹，也不想在这多留。不计较怎么可能？方老爷子一走，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平和不少。方童走到灶房边，门开开吧，人走了。一转头，他闺女正推着他哥进来。二哥回去没事吧？可别耽误了下次看病。哎，这是要送给书院的礼？这是买了没送出去，书院不肯收。他看了眼儿子，神色小心起来，又去看方童。这个嘛，算了，让儿子自个跟你去说吧，我去看一眼灶房。方南之也想说他去书院的事，可他更担心二伯，便追着找他爹去了。娘，方叔逗你呢，他带我去了松鹤书院，郑院长不但收了我，还收了妹妹做弟子。真的？能去书院读书进学了？秦燕点头，将今日发生的事大概跟他说了。爹，二伯多久才能回来啊？你二伯才刚走。可是他们对二伯不好，不给他饭吃。爹说话算话，他几日内肯定回来。不过方家人要是敢欺负二伯，哼！他想把蛋糕跟哥哥分享，一只脚刚迈出门就退回来了。钱娘正俯身抱着秦燕的肩膀，还在伸手抹眼泪。爹，婶婶哭了。方童眯眼，也从灶房探出头去。他知道钱娘这是喜极而泣。你看，我逗你娘，你咋还把她给惹哭了呢？钱凤平这才想起来，他刚才还故弄玄虚吓唬他，直起身，伸手不轻不重地用拳头打了一下他的胳膊。我去做饭。方童刚才还故作嬉皮笑脸的，被钱娘转身前含嗔带笑的一眼瞥到，抬手挠挠脸颊。吃过饭，方童去了后院，把库房门打开。二娃说村里人捡的栗子都在他这儿，差不多就这些，就算各家没有全卖出来，手里有剩，估计也不多。他在库里转一圈，这些钱娘都过过眼，他心思细腻，收来的都没问题。有这些，大哥他们还想和他斗，这才慢悠悠出门去看之前要开荒的荒地。身后，方南之从门口探出个小脑袋，他爹干啥去了？出门咋都不吱声？婶婶，我出去玩了。秦燕在屋里听到声音，还没来得及出来阻止，院子里已经没人了。方童下到地里，果然空无一人，他就知道没人看着，方家那俩小兔崽子不可能在这老老实实干活，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来。他叉着腰在田里站了会儿，一扭头往另一个方向而去。方南之这才从树后偷偷跟上。不对呀，他爹不像要回家的样子，怕不是要搞事。方童走出去一段，还没到目的地，忽然停下。出来吧。爹。方童一脸无语，他也习惯了，要是让他回家，他肯定得偷偷跟着，不如一起带走。那等会儿咱去方家看你爹的眼色行事啊。又不是第一天配合了，安排。方童带着闺女一路杀到方家，站在大门口就开始表演了。方晴天、方泽天，你们两个偷奸耍滑的小兔崽子，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啊！嘿，老三，你干啥呢？嚷嚷什么？咋了？我喊啥你不知道啊？你看看我那弟弟都成啥样了！我呸！
你的地跟我儿子有啥关系？滚蛋！哪有你这么当三叔的？让自己侄子当长工，连口饭都不给吃。大伯娘，长工干活那是从早到晚，俩哥哥3天打鱼2天晒网，我爹可都没计较，但都快入冬了，这地都没翻完，太过分了。何氏一噎，恨恨瞪他一眼，他故作害怕地躲到他爹身后。大嫂，当初咱们可是说的好好的，侄子们给我开荒，这是交易，你这是翻脸不认人了。想起当初灾民的事来，以为方童旧事重提，不过家里人后来打听了，说当初那些灾民一个都没活下来，全砍了脑袋，只有那个头头叫衙门给送京城去了，人都没了，他这话还上哪儿说去？谁跟你说好了，平白无故让我俩儿子给你去干活？之前去几天是我儿子孝敬你，你不能得寸进尺啊！咋的，俺家没活要干呢？我告诉你，休想再欺负我儿子！哎，大伙给我评评理，我这都入赘到秦家了，按理说就跟嫁出去的一样，我爹娘还让我想法子要我供大哥读书。还有这事儿？我呢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这个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孝顺，于是呢，我就同意了，就把我家收村里的栗子回去怎么弄，然后拿去县城卖，这里头的事儿我都告诉给我大哥他们了。方头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那栗子是……当时我就跟我大哥说好了，这赚钱的法子他们也不白得，让2个侄子给我家开荒，结果大家伙看看啊，他们的栗子都卖到县城去了，这银子也赚了，现在不认账了。何氏气得够呛，可他扯着嗓子说的胡说八道也没人听。哎，你们还别说啊，方家这2天不是也在村子里收栗子吗？就是没舍得出价。还真是，他们家人在村里碰着我的时候也问来着，但是我前几天都卖给秦家了，一点都没剩，就没当回事儿。不是，你们就没人打听打听这栗子是咋拿去赚银子的？问问呐。大伯可是读书人，怎么能骗人呢？还是骗我爹？我爹可是他亲弟弟，我爹这么多年没少出钱出力供大伯读书，大伯没考个功名，让全家跟着他过好日子就算了，咋还从入赘出去的我爹身上抠钱？大伯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这让我现在的娘和哥哥咋看我爹呀？你们放屁！咱家这栗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分明就是青雅琢磨出来的。嘿，大嫂，您这是不承认了呗？你敢说你们没去县城卖栗子，还是说方子不是我给你的？我没给方子，你们咋知道怎么做的？难道是大哥看我这个当弟弟的赚银子眼馋，派人去俺家偷的？谁去你家偷了？这栗子是俺家自个儿琢磨出来的，跟你家那个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大伯娘惯会骗人了，这栗子家家都能有，怎么谁都没琢磨出来，就你们琢磨出来了？是啊，村里又不是没人试过，都说这方老三倒腾栗子赚钱，赖子前几日也挑这个担子去县城卖的，人家县城根本没人要。这要能琢磨明白，谁还都卖给秦家呀？这全村人都整不明白人家咋赚的银子，方家这么快就整出来了。要说这里头啥事儿没有，哼，反正我是不信。还不是啊，方金家的银子都赚了，咋还不知足呢？有啥不能承认的？是呗，就是让你儿子去开个地，这村里谁没下地干过活？这亲兄弟也不能就想着占便宜吧？咱们都站在这儿说半天了，你家方金呢？也出来说说咋回事啊？他也不干活，这会儿肯定在家吧？这会儿屋里头的方金有点做不下去了。老三，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说你啊，你说这多大点事儿啊，你就吵吵嚷嚷的。对读书人来说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俗的。不过是这点蝇头小利，有什么好争的啊？哼，大哥是不争，看不上，那还跟我要银子干啥？别做不就得了？哎，我说，你们家可不只是卖栗子吧，还做了别的吧？哎，听说卖的那个蛋糕。他一共才做多少天，全让他给知道了。要说他没脑袋削尖的琢磨他家的事，狗都不信。你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孝顺，就应该把那蛋糕的方子一起拿给爹娘，家里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都在地里刨食了。我儿子们自然有功夫去给你干活啊。哼，大哥，我现在可是入赘秦家了，这些说到底有秦家人一份，我给你，那不成了联合你们欺负人家母子，成吃绝户了？方童是入赘的，这东西就这么给他大哥，那不就是给娘家送钱？有心思活络的互相挤眉弄眼，都觉得这读书人心眼真多。老三，做人得摸着良心说话。你手里那蛋糕方子，它本来就是方家的东西，是太爷临终前给你的。你入赘离开家的时候，爹娘是想着你到秦家得有个安身立命的东西，这才没声张。但你可不能倒打一耙呀。村里头的老人不少都知道，
方家老太爷当初是地主家小厮赎身出来的，回村的时候拉着板车，这才一直有传言说，就因这有点子家底，方家如今才能供得起方金这个读书人。方南之这会儿是惊呆了，他以为他爹无理取闹够厉害了，他大伯这颠倒黑白也太厉害了吧。哎呦，大哥呀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他嚎得跟村里哭丧的都差不多了。我是入赘的，都已经把栗子的房子给你了，你这，哎呀，蛋糕的房子明明是人家秦秀才留下的，留给人家秦燕的，你这么明讲，我以后可咋活呀？爹，你别哭了。大伯，你别欺负我爹了，那真是我哥的，咱家以前没有的。哎呀，芝芝来，婶婶给擦擦。瞧这小脸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眼睛该哭疼了。他们本来想把孩子抱到一边去，不让他看他们吵架，兴许就不哭了。可方南之死死抓着他爹衣裳不松手。你们逼着我带着闺女入赘还不够，还要房子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他一抹脸，行，我今天就吊死在方家，咱们一了百了。这几句话怎么这么熟啊？爹，你别死！大伯，你不是读书人吗？不是老说那个礼义廉耻吗？你别欺负我爹！一转头蹲下身，跟闺女俩抱头痛哭。大家一看孩子哭得这么伤心，他这么小，他能撒谎吗？都赶紧哄孩子的哄孩子，劝方童的劝方童，让他赶紧别哭了。剩下的人指责方金光天化日抢人家东西，太不要脸了，还是读书人呢。方金百口莫辩，恨着父女俩恨得牙痒痒。这个时候，方老爷子突然出来了，他看了眼何氏，心道没用的东西。老三，闹什么闹啊？大男人一个，回家来闹事儿，在家门口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跟个泼妇一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爷，你咋一出来就说我爹？你从以前就只偏心大伯，明明不是我爹的错。方金是个读书人，十里八乡都不一定能出几个，因此方老爷子偏心从不掩饰，全村人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绳子，谁哪有绳子？我今天就要吊死在这门口，把我爹娘的生养之恩给还了。下辈子我才不拖着给读书人当兄弟呢！你们就看看他是怎么逼死人的。这个时候，方家也没人顾得上别的。方银不知道啥时候走出来了，弟弟要绳子，这个家里有，他去拿了平日里用来捆柴火的麻绳，直愣愣的就出门了。弟，绳。别说方家人，方童都懵了，这真是亲二哥啊！可是东西都到位了，做戏做足，他一把把绳子扯了过来，往门顶一甩，套个圈，打个死结，眼看着就要往脖子上套。哎呀，一个个都吃饱了，围在这干什么玩意儿啊？都发什么了，还不赶紧把人抢下来？大家伙这才手忙脚乱的抢绳子，方童还在那挣吧，不愿意松手。村长，我这不孝的儿子，他入赘出去，不但不认我这个爹，还来给他大哥找事儿。村长爷爷，你救救我爹！他们要抢我哥的房子，逼得我爹没活路了。哎呀，好，别哭了，你爹没事儿。村长一边哄着孩子，赶紧的，你们两边离远点，然后再说说咋回事。方家人站在门口，方童站在村民们前头。现在说吧。一听这话，两边都要开口。行了，一个一个说。方童，你先说。村长说，我在全村收栗子的事儿，您知道的，这大家伙也都知道。这我家生意不易，但我爹说要我孝敬大哥读书费银子。他把之前在门口吵的事情重新说了遍。方金和方家老爷子好几次想打断，都被村长眼神阻止。他说完，轮到方金和方老爷子说，无非也是那些话，加上周围村里人七嘴八舌的补充，老村长也算是把这个事儿的原委听明白了。老方啊，你这爹是咋当的？你家那点家当全用来哄你大儿子了，你家老三这入赘到人家秦家，入赘银子都归了你，那就跟小媳妇嫁出去是一样的。你看看谁家还让嫁出去的闺女回头贴补娘家的，还想过日子吗？还有是啊，这谁家不是忙啊？总不能因为人家秦家没有老人就这么糊弄吧？这家伙就算不是入赘，儿子都成亲了，也没听说过儿媳妇家祖传的方子还能补贴给夫家，供着大伯哥念书的，这可真是不把人当人哈！
哼，女的还能生娃呢，这方老三也不能生娃，还带个孩子入赘，人家凤萍没说啥就不错了，这方老头还想占秦家便宜，